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。李克强这个人放在今天回头看，最容易被低估。很多人只记得他是总理，再多一点印象就是那句保就业。但如果只把他看成一个分管经济的技术官僚，就会把整条线都看窄了。李克强真正重要的地方，不在于他讲过多少漂亮话，而在于他代表了一条很清楚的治理路线。这条路线的核心就4个字：放权、松绑。再往下拆，就是让市场多一点空间，让地方多一点弹性，让企业多一点呼吸，让普通人多一点活路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李克强不是一个只会重复口号的总理，他更像是改革开放后期体制内最后一批仍然相信市场、相信民间活力、相信制度松动能带来增长的人。而他的对面是另一条路线，那条路线更强调集中，强调秩序，强调党要重新抓回所有关键环节。李克强和习近平之间表面上是搭班子，实际上是两种对中国未来完全不同的理解。一条认为经济要先活，社会要先有活力，权力要适度往下放；另一条认为权力不能散，安全不能松，发展必须先服从控制。这不是简单的性格差异，这是路线之争，而且是那种很难调和的路线之争。先说李克强身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，他不是那种一上来就想着把蛋糕做大，然后自己多分一点的人。他更在意的是蛋糕怎么做出来，谁在做，谁能做，谁被卡住了，谁又被排除在外。这就决定了他对市场的理解和很多体制内干部不一样。在很多官员眼里，市场就是一个工具，需要的时候拿来拉增长，不需要的时候就管住。但李克强的理解更接近改革派那一套，市场不是装饰品，市场是真正的生产机制。如果市场被行政权力压扁了，那增长就会越来越假，越来越脆，越来越依赖喊口号。所以他任内反复强调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。这句话不是写给学者看的，他是在给中国体制内的权力逻辑重新定价。同样的道理，李克强很重视简政放权、放管服。很多人听到这类词会觉得太技术、太小气，没什么政治含量。恰恰相反，这些词才是李克强真正的政治。因为审批权一旦变少，很多官员能伸手的地方就少了。一旦流程被压缩，权力寻租的空间就会变小。一旦企业和个人不用为每一件小事去找关系，中国的经济活力才可能真正被释放出来。所以李克强看上去是在管经济，实际上他是在拆除那种靠审批、靠层层加码、靠权力卡脖子来运转的老办法。这件事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非常得罪人，因为他不是多做一点，而是少管一点，而少管一点往往比多喊几句更容易触动既得利益。李克强在地方上的一些做法已经把这条路线讲得很明白了。比如河南郑东新区不是简单的新城开发，它背后真正的逻辑是把金融、物流、服务业、人口流动和城市空间重新组织起来，不是只靠拍脑袋上项目，更不是只靠政府硬推一把。换句话说，他想做的不是摊大饼，他想做的是把市场重新拉回到城市发展里。再比如辽宁棚改这件事，很多人只记得是住房改善，但他真正厉害的地方是把原本完全依赖财政的事情，尽可能通过市场融资、社会资金、开发商参与，做成一个可以运转的系统。这套思路今天看其实很清楚。李克强不反对发展，不反对建设，也不反对政府出手，他反对的是政府把所有事情都包了，一包到底，最后往往就是效率低，财政重，审批多，腐败多，普通人也活得累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特别强调保就业。保就业听起来很朴素，甚至有人嫌他太基层，太没格局。但一个国家的底盘，说到底就是就业。人有工作才有消费，人有收入才有信心，企业能活，社会才稳。李克强是少数把人放在经济指标前面的总理。他不是说要把数字做得多漂亮，而是反复提醒，经济的最终目的不是政绩，而是让人能过日子。这个判断很重要，因为他直接把中国治理的合法性问题换了一个说法。在李克强的思路里，
政府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喊得多响，也不是来自权力握得多紧，而是来自他有没有把人民的生活服务好。这就和另一条路线冲突了。另一条路线更强调的是秩序优先、控制优先、集中优先。如果社会活力太多，市场太活，民间太强，最后会不会把权力本身稀释掉？这就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最根本的分歧。李克强认为权力集中到一定程度会压住经济，习近平认为权力如果不集中，最后会失控。在李克强看来，问题出在管得太死；在习近平看来，问题出在放得太松。所以两人都说自己是在保党，但他们理解的保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李克强想保住的是经济活力，保住的是社会的基本运行，保住的是党还能靠治理能力维持信任。习近平更在意的是不能让权力链条松掉，一旦松掉，后面什么经济活力、社会信心、政策弹性都会变成次要问题。你把这两种逻辑放在一起，就会发现他们天然打架，只是这种打架不会一开始就摆在台面上。2012年18大以后，表面上习近平和李克强还像是并驾齐驱，这不是因为分歧不存在，而是因为习近平当时最优先的事情不是先收拾李克强，而是先夺军权、稳人事、清对手。权力斗争从来不是平均用力的，谁先处理谁后处理，顺序很重要。李克强那时候并不是完全没有空间，相反，他在一段时间里还拿到了不少政策窗口。18届三中全会前后，李克强推动的很多事情，反而让人觉得中国可能真的会往一个更市场化的方向走。那几年最有代表性的是各种放管服改革，注册公司更容易了，审批流程更短了，小微企业、民营企业、互联网创业突然被推到台前，那是一种很强的时代感。很多人今天回头看，会觉得那几年中国经济还有一股冲劲，不是因为问题少，而是因为大家真能感觉到有些门在被打开。可问题就在这里，如果你把门打开太多，另一边就会问一句，谁来管？对习近平这一派来说，李克强推动的那些改革不能只看成经济效率问题，他们同时也是权力重分配。市场越活，行政权力就越不值钱；地方越活，中央的控制就越难，民营企业越活，国企和行政体系的地位就越容易被挑战。这就是李克强路线真正危险的地方，它不是温和这么简单，它在制度上天然会冲撞集中权力的趋势。于是等到习近平真正把军权、人事、反腐、机构改革这些关键节点都拿稳之后，李克强的空间就开始迅速收缩。先是国务院的很多职能被重新切走，再是各种委员会上移到党中央，然后是机构合并，职责重叠，决策权上收。名义上还是同一个政府，实际上国务院越来越像一个执行机构。这背后不是单纯的官僚调整，而是权力结构的再编排。李克强能做的越来越像是补台，而不是主导。你从他的公开露面也能看出来，早些时候他的存在感还很强，到后面规格感、话语权、镜头感都在下降，这不是偶然，这是权力位置变化的外在表现。再往下看，李克强最被误解的一点是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没能力、没存在感、只会念文件的总理。这个看法太浅了。李克强的问题不是没想法，恰恰相反，他的想法太清楚了，清楚到在一个越来越强调集中控制的体系里显得格外不合时宜。他也不是没有失败， P2P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李克强式的改革逻辑喜欢让民间金融、市场机制、社会资本进入原本高度垄断的领域。出发点并不难理解，他想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，想让资金别只流向少数大机构，想让更多民间力量参与进来。但问题是，金融不是普通行业，监管如果跟不上，风险就会放大，再加上利益冲突太大，最后很容易变成一地鸡毛。 P2P 的失败既是改革思路的副作用，也是李克强个人权力下降的一个转折点。它说明一件事，李克强不是不知道风险，而是他相信市场扩张本身就是中国继续往前走的必要条件。这种思路和习近平那种
先稳住再说，先收紧再说，先控制再说的路线是完全不同的。说到这里，就可以回答那个更大的问题了。如果李克强当总书记，中国会怎样？我认为大方向上，他大概率不会走向今天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，他更可能做的是有限政改。注意，是有限政改，不是全盘西化。李克强不是那种会高喊把既有体制全部推翻的人，他更像是典型的体制内改革派，目标不是结束党的领导，而是让党还能通过改革继续维持统治。也就是说，他会愿意让出一些空间，但前提是这个空间能换来更好的治理绩效。比如舆论环境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收得这么死，对地方腐败、基层乱象、民生问题、市场失灵、社会监督的空间可能会更大。学者、媒体、公共知识分子可能会有更大的活动余地，不是说会变成西方式民主，但至少社会会多一些纠错能力。这件事对中国其实很关键，因为一个大国最怕的不是有争论，最怕的是只有一个声音。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，信息会失真，反馈会变慢，决策会变硬，最后连错误都没人敢说。如果李克强当总书记，他大概率会更愿意保留这种纠错空间。再比如疫情，我认为他不太可能把防疫做成高度政治化的工程。李克强更像是把公共卫生当公共卫生，把经济问题当经济问题，把社会问题当社会问题。他不会像某些极端做法那样，把疫情防控直接上升成政治忠诚测试。这不是说他一定能做得多完美，而是说他的第一反应不会是无限上纲。如果防疫是公共卫生问题，就要算成本，算退出机制，算对就业的冲击，算对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的压力。如果防疫变成政治神话，那最后就容易走向失控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回头看，会觉得李克强至少更现实，他不完美，但他知道治理不能脱离生活，而这恰恰是今天最稀缺的东西。当然也不能把李克强神化，他不是圣人，也不是完人，他任内也有争议，也有失败，也有明显的局限。他支持过的政策里，有些后来证明后果严重，他推动的改革里，也有不少被现实反噬。所以更准确的说法，不是李克强一定更伟大，而是李克强代表的那条路，至少还相信市场，相信民生，相信制度弹性。这和今天很多人理解的强治理已经越来越远了。从澳洲的角度看，这一点其实更容易理解。澳洲社会当然也有官僚主义，也有监管失灵，也有政策摇摆，但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底层逻辑，就是政府要可被质疑，政策要可被追问，权力要能被拆分。你可以说它效率未必最高，但它至少默认社会不是靠一个人、一个口号、一个系统撑起来的。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，很多时候将把复杂社会压缩成单一权力链条。李克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至少还在试图把链条松一点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被很多人误读，因为在一个越来越强调控制的环境里，放权本身就会显得软。但真正懂治理的人都知道，放权不是软，放权是另一种硬。他要求你相信规则，敢于承担后果，也愿意让社会自己长出来。李克强属于后者。最后再回到标题这件事，如果把李克强的路线压缩成一句话，那就是他想让中国靠活力来稳。而习近平的路线更像先把权力收稳，再谈活力。两种路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，但两种路不可能长期都赢。李克强后来为什么会越来越边缘化？根子就在这里，他不是输在一句口号上，他是输在路线本身。路线不同，最后的位置就会不同。如果李克强真当了总书记，中国大概率不会立刻变成另一个世界，但他很可能会是一个更重市场、更重就业、更重民生，也更愿意保留一点社会弹性的中国。这种中国未必更强硬，但可能更耐久。这也是今天回看李克强最值得琢磨的地方。还有一点，我觉得很值得单独拎出来说。很多人评价一个政治人物，喜欢只看他的口才，或者只看他是不是敢说，
但李克强真正有辨识度的地方，不是敢不敢说，而是他在制度内部究竟想改什么。他不是那种把改革理解成换一批人上来的人，他理解的改革是让规则真的变得更可执行，让企业知道怎么活下去，让地方知道什么能干，什么不能乱来，让普通人知道政策变化至少不能天天拿自己开刀。这也是为什么他任内一直强调放管服不是一句空话，他后面连着的其实是一整套治理观。第一，政府别什么都想管；第二，市场能解决的就尽量交给市场；第三，真要监管就把规则做清楚，把边界划清楚，而不是靠临场拍脑袋。这套逻辑和今天很多地方的行政习惯其实是反着来的。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问题不是没有政策，而是政策太多，彼此打架不是没有文件，而是文件层层叠叠，最后谁都能解释成自己的意思。不是没有管理，而是管理变成了不断往下压，不断往前推，不断让基层自己背锅。李克强至少看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他反复讲简政放权，反复讲营商环境，反复讲简政便民。这些话在体制里并不讨喜，因为他们要求官僚系统自己让出一部分舒服的位置，而很多官僚真正熟悉的不是服务市场，而是管理市场。这就是改革最难的地方，不是方向不对，而是每一步都会碰到具体的人、具体的部门、具体的利益。所以李克强的路线看起来温和，其实很硬。他硬在什么地方？硬在他不靠情绪，不靠口号，不靠个人神性，他靠的是制度的细部调整，靠的是审批权下放，靠的是财政和金融资源的重新流动，靠的是让普通人重新回到经济循环里。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认为李克强不是一个简单的弱势总理。他之所以显得弱，不是因为他没有想法，而是因为他的想法和最终掌握权力的人不是一条线。一旦路线不同，能力反而会变成一种负担。你越清楚越显眼，你越显眼越容易被边缘化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李克强后期的处境并不是偶然，它是路线冲突到一定阶段后的自然结果。如果再往深一点看，李克强和习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一个改革，一个保守这么平面，更准确的说是两种不同风险偏好的冲突。李克强愿意承担放权带来的波动，他相信短期波动可以换来长期活力。习近平更不愿意承担这种波动，他更担心一旦波动出现，后面会不会变成系统性风险。这两种风险偏好在一个正常政治体系里可能还能通过制度协调，但在一个权力越来越集中的体系里，最后往往只能靠胜负来解决。胜负一旦分出来，话语权也就分出来了。这时候再回头看李克强，你就会发现他最可贵的地方恰恰不是赢过什么，而是他曾经认真的试图让中国走向另一种治理方式。比如开放，李克强一直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，这不只是对外贸易，他更看重的是竞争本身，让外部竞争进来，逼国内企业升级，让外部规则进来，逼国内管理改进，让外部压力进来，逼内部别老躺在舒适区里。这种思路今天听起来很常识，可在很多官场语境里，开放常常只被理解成多赚点外汇，多签点订单。李克强显然不是这种理解，他更接近一种更现实的判断。一个长期封闭的体系最后会失去纠错能力，没有竞争就没有改进，没有压力就没有改革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对自贸区、负面清单、服务业开放、跨境电商这些东西一直比较重视，因为这些东西的本质不是几个项目，而是把外部竞争机制引进来。在国内体制越来越习惯内部循环的时候，李克强至少还在提醒外部世界不是可有可无的背景板，而是倒逼改革的参照系。这点放到今天看更值得琢磨。因为现在很多人嘴上讲开放，心里其实想的是控制，嘴上讲高质量发展，手里想的是重回行政推动，嘴上讲市场，最后还是想把关键资源握在自己手里。李克强和这套逻辑是不一样的，他相信市场是真的，民营经济是真的，普通人的就业压力是真的，地方财政的约束也是真的。
他不是在一个抽象世界里谈治理，他是在一个充满现实摩擦的中国里，努力把制度做得别那么卡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他在很多人眼里不像一个狠人。但治理中国，未必总是狠才有用。很多时候，知道哪里该松，哪里该放，哪里该给空间，本身就是能力。李克强在这一点上比外界想象的要清楚。最后，我再另一句：如果把李克强和澳洲的现实放在一起比较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。澳洲也强调政府能力，但它的前提是权力要分散，制度要公开，规则要可预期。中国很多时候恰恰相反，先追求动作统一，再追求效率，再追求结果。李克强像是站在这两者中间的人，他既不是西方式自由主义那种完全不管，也不是极端集权那种全都上收，他更像是相信国家要有，但国家不能把社会压扁；政府要强，但政府强在服务，不强在控制。这就是他留给后人的真正问题。中国到底需要一个更会收权的总理，还是一个更会松绑的总理？答案其实已经写在今天的中国现实里了。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依赖控制，那说明他对活力越来越不放心。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需要放权，那说明他知道单靠控制撑不久。李克强站在后者这一边，这就是他最大的分量。所以我最后的判断很简单，如果李克强真的坐到总书记的位置上，中国未必会少掉所有问题，但他大概率会少一点那种一刀切的冲动，少一点把所有风险都压成政治任务的习惯，也少一点把经济和社会当成纯控制对象的倾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很多人今天抱怨的剧烈摇摆未必会那么剧烈，很多本来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慢慢化解的问题，可能会更早更务实的处理。很多原本应该留给市场和社会自己消化的矛盾，也不至于一下子被行政硬压到底。当然，这只是推演，不是历史。可推演的价值就在这里，它会逼我们重新看清一件事：中国真正稀缺的，从来不只是强人，更稀缺的是愿意给社会留一点空间，给市场留一点呼吸，给普通人留一点确定性的治理者。李克强就是这样一个人。还有最后一层意思，也值得说清楚。李克强真正难得的，不只是他理解市场，而是他知道市场不是万能药，但没有市场，中国会更难。同样，政府也不是越小越好，政府必须存在，必须兜底，必须处理公共服务和底线问题。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政府，而在于政府把力量用在哪里。李克强的答案很清楚，政府应该把力气放在教育、医疗、就业、养老、营商环境、规则建设这些地方，而不是把所有社会资源都往少数权力节点上收。这一点说到底是一种对现代国家的理解。现代国家不是把一切都抓在手里，现代国家是通过规则让社会自己运转起来。这和过去那种靠运动式治理、靠层层加码、靠短期冲刺的思路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李克强在很多时候显得不够强势。可如果把强势理解成能不能把所有人都压住，那当然容易看成强。但如果把强势理解成能不能让系统更有效、更稳定、更少出错，那李克强的很多做法其实反而更接近真正的强。这也是我今天把它放在路线之争这个标题下的原因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人物故事，它是一条路的代表，而这条路今天仍然没有真正过时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。